阿登，阿登，阿登，我的儿，你受苦了。原来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找了我16年。钟永博在外打了败仗，要将女儿下嫁和亲。他们舍不得抚养了16年的养女，便想起了被拐走的我。阿登，你妹妹比不得你，她从小就身子娇弱，她怎能吃得了远嫁蛮夷之苦？更何况她与三殿下互生情愫，将来是要做皇子妃的，怎能去和亲？她吃不了苦，我就是活该命贱该吃苦的料吗？你能想象到你的女儿因为太饿，偷吃一个窝窝头被火钳烫吗？你知道大雪天身着单衣到深山捡柴，掉到猎人陷阱里，差点连命都没有的感觉吗？你的贴身婢女，冬天下河洗衣吗？可是，这也不是你妹妹的错，她是无辜的呀。你妹妹她身子弱，去了和亲就是死路一条啊！那我呢？我也是一个女孩子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所以千方百计找回我，其实就是为了代替她去和亲，是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又哭晕过去了。要是妍妍有事，我拿你试问。母亲，你救救玉妍，玉妍不想去和亲。玉妍，我儿莫哭，哭坏了眼睛可怎么好？这和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去的，你请放下心。可姐姐她不愿意，她不愿意也得愿意，这是她的命，也是忠永伯府的荣耀。这就是父母之爱子，必为之计深远吧？真是太感人了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满身的乡野气和不服管教。你想让我弥补你，我要怎样弥补你？和亲去不去由不得你，明日我就让你父亲在朝廷上书成名，圣旨下了，谁也不能违抗。就凭着华而不实的伯府城墙，能拦得住我吗？忘了告诉我的亲生父母了。我确实是在乡野之间长大，可我约莫6岁那年，上山砍柴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师傅。我身上的满身伤痕，可不全是被养父母给虐待的，而是一个杀手的标志。我明面上是青梅岭脆弱无依的少女阿登，实际上是万通阁最顶尖的杀手千树。少主，我可以代替赵语言和亲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不伤害妍妍，我们都可以答应你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，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糖对我不管用。我要的很简单，不会对你的心肝肉有什么威胁。我答应和亲，但从此以后，忠永伯府与我再无干系。生死荣辱，皆与我无关。立下字据，盖下印章，如有违背，忠永伯府满门荣耀不在。我以为自己不在意，没想到真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是会有些难过。幸好我是个冷血杀手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数不完的银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才最靠得住。夫人，老爷和世子爷回来了，已经到府门口了。我的玉龙回来了。走得真急，那我也去瞧瞧我那便宜父兄，顺便把这出戏唱完。哥哥，阿登，这次和亲的事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要不是为了我，姐姐也不会替我去受苦。她一个乡野长大的粗鄙丫头，替你出嫁本就是她的本分。雨龙，闭嘴！她才是你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，我这辈子只认玉妍一个妹妹，
世子爷说的极是，我算你哪门子妹妹？既然如此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明天就是和亲的日子了。忠勇伯父，这鬼地方我一天不想多待。西戎虽远，但能甩掉这帮虚伪的家人，倒是个不错的新开始。阿登，我的女儿，是我对不住你呀。母亲可是真舍不得我。你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西戎是那虎狼之地，若有选择，我如何舍得你去受苦？那要不还是换妹妹去？这怎么行？我开玩笑的，夫人不用担心了。签了契书的，我不会反悔。迎亲的西戎使臣只顾着快马加鞭，完全不顾队伍跋山涉水，肯定有哪里不对。停一下，我水土不服，让队伍走慢些。中原的女人就是娇弱矫情，我们骑马，她坐着马车来前颠簸。车队不许慢，大汗已经在等我们了。要是去晚了，咱们谁也交不了差。放肆！我可是大黎朝派来和亲的贵女，你们如此不尊重我，不怕得罪大黎吗？哈哈哈哈！打败仗的大黎吗？一时的胜负而已，否则你们的大汗怎么会提出和亲呢？你们如此对我，就不怕再起战乱吗？哈哈，求之不得。果然，和亲就是一个幌子。估计和少主猜的一样，西戎假借和亲的由头，表面议和退兵，实际上一面让大黎放松警惕，一面用赔款购买粮食，置办军备。反正这些外族向来言而无信。王妃，还不快出来拜见我们可汗！蒙烈，把他带出来，给大伙儿去瞧瞧。这个大黎女人还真认为我们尊贵的大汗会娶她为王妃呢。这个大黎女人长得虽然好看，但是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牟利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这些女人随你处置。旁边那个王妃归我，剩下你们自己挑。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簪子，它是万通阁炼制见血封侯的毒药。大黎的女人就是娇气，那西柔王没福气，今后你就是本将军的战利品了。将军，奴家害怕，求将军怜惜。跟了本将军，保你在大西戎吃香的喝辣的。过来。那本姑娘送将军上路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钱叔，万通阁排行榜第2的杀手。虽然一开始的计划是身为西戎王的王妃可以近身直接刺杀，可惜这些蛮夷根本想一出是一出，居然将和亲的贵女随意刺人，我完全没有近身的机会。别动手，是我。少主，钱叔，你做得很好，这是附近王城的地图，把这个换上。
愣什么？你这次任务很重要，绝不能失败。任务结束，祁龙山向东14里有人接应，阁中排名第3的暗影叛变了，似乎投靠了京中的权贵，你行事小心。不得不说，少主还是挺体恤下属的。大汗，牟利将军在大理女人身上搜到重要情报。进来。大黎的女人能有什么情报？呈上来。大汗，这是牟利将军搜到的雁门关军备图。有了这个，对我们不日后攻打大理，可谓是如虎添翼。不知大王有没有听说过中原一句话？什么？图穷匕见。大黎人果然奸诈，这贱人，去死吧！抓住他！少主，幸不辱命，西戎可汗人头在此，西戎军心已散，大理可以反攻了。千叔，城主，我带你回家。数月后，太子挂帅出征，驱逐西戎，收复祁梁山，班师回朝。不过那时的我坐在香车之内是举国之辱，这次我骑在马上是凯旋而归。千叔，今日之后，大黎再无需远嫁和亲。殿下说的是，边疆安定，这才是真正的荣耀。青梅岭千书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他怎么自称是青梅岭的千书？他不是忠永伯府的嫡女阿登吗？怎么连姓氏都不提了？不必多礼。这声音怎么和师父一模一样？胡大监，宣旨吧。今青梅岭千书，高风亮节，临危不惧，勇夺敌手，文治武功不屈于世间男子，朕心甚慰。特此加封千骑侯，赏千金1万户。千骑侯，那可是掌管京中大营的实权职位。按照王侯伯爵排位，这直接压过了他亲生父亲钟永伯的地位呀！不可！哦，钟永伯有何异议？陛下，阿登乃是臣的亲生女儿，自古以来哪有女子掌管京中大营的先例？女子本应相夫教子，若让她越级封侯，手握重兵，岂不是偏激私臣，乱了朝纲伦常？是啊，女子封侯确实与理不合。更何况，这逆女自幼养在乡野，生性顽劣，若让她身居高位，必成大黎之祸。钟永伯这顶大帽子扣得可真好。不过，你刚才说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身上流着我钟永伯府的血。可惜，从我代替你们的宝贝养女去西戎和亲的那一刻起，这层血缘就已经断了。诸位大人听好了，这是出征前钟永伯夫人亲笔写下盖了红泥印的断亲契书。你胡说什么？今有伯府嫡女阿登，自愿代替次女和亲西戎。自此之后，阿登与钟永伯府恩断义绝，生死荣辱，皆与伯府再无半点干系。
白纸黑字红泥印。钟永博，我父死和亲时，你们迫不及待与我撇清关系。如今我拿命换来战功，你又跳出来跟我讲孝道。天底下的好事，难道都让你钟永博占尽了？竟然让亲生女儿替养女去送死，还立下这种心思，简直枉过人伦！你这个逆女，你敢在御前造次！陛下，他这是伪造！够了！钟永博，你卖女求荣在先，朝堂狡辩在后，你真当朕的眼睛是瞎的吗？陛下息怒，臣知罪。千叔深入敌营斩杀敌手，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。你个靠着祖荫度日的闲散伯爵，也敢妄议有功之臣？传朕旨意，钟永博德行有亏，罚俸半年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再敢胡言乱语，朕褫夺了你的爵位。臣遵旨。钟永博，借过，别挡了本侯的路。轻点，轻点，那可是妍妍最喜欢的紫檀木梳妆台，都搬进主院去。母亲，姐姐刚封了侯，我们就把主院占了，姐姐会不会不高兴啊？要不玉妍还是去住偏院吧。傻孩子，你身子骨弱，这侯府的主院宽敞向阳，最适合你养病。他一个乡下长大的，皮糙肉厚，随便住哪间不行。我当是谁家倒的垃圾堵了本侯的门，原来是钟永博府的人。阿登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母亲听说你封了侯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祖宗保佑？我怎么记得，去西戎之前，某人可是巴不得我去死呢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母女哪有隔夜仇？这不，你父亲在朝堂上受了点委屈，伯府现在乌烟瘴气的。母亲想着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侯府太冷清，特意带着你妹妹搬过来，咱们一家人也好有个照应。姐姐，以前都是玉妍不懂事，以后玉妍一定在侯府好好侍奉姐姐，咱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一家人，姐妹同心。赵玉妍，你是看上我的侯府，还是看上我的主院了？要不要我把这千骑侯的印系也交给你保管啊？不是的，姐姐你误会了。阿登，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她一片好心，你这般咄咄逼人，还有没有点教养？趁我还没发火，带着你们的破铜烂铁滚出我的地盘！你敢？我是你10月怀胎的亲生母亲，这侯府今天我注定了，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往里搬！我看谁敢拦！越过此线者，下场就跟这箱子一样。杀人了！亲生女儿要拿剑砍死亲娘了！姐姐，你这般绝情，玉妍活不下去了。妍妍，我的心肝啊，你怎么了？阿登，你妹妹本就体弱，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还不快让人把你妹妹抬进府里找太医？哟，这病发作的可真是时候。来人啊！我这妹妹有顽疾，本侯在乡野时刚好学过偏方，专治各种装晕。侯爷有何吩咐？去后府，把那桶发酵了3天的泔水提过来。这偏方讲究一个猛药去车，给我从头浇下去，一滴都不许浪费。你敢！你这个疯子！哎呀，真是医学奇迹，一桶泔水就治好了妹妹的绝症。看来妹妹这身子骨也没那么娇弱嘛。原来是装晕啊！这下原形毕露了。钟永伯府真是丢人现眼。你给我等着！把地上的垃圾都给我扔远点儿，别脏了本侯的眼。不吃亏，不是母，真有意思。去，备一份厚礼，姑明日亲自登门拜访。太子殿下驾到！
臣参见太子殿下，不知殿下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孤听闻侯爷昨日在府门前大发神威，特意备了些宝礼来探望我大黎的功臣。殿下，臣是个粗人，不爱穿金戴银，也不用这些补药。哦，那侯爷爱什么？真金白银。侯爷果然如传闻般与众不同。孤很好奇，一个在乡野长大的柔弱女子，是如何在西戎大营中不仅全身而退，还能精准斩杀敌手的？殿下说笑了，臣不过是运气好。那西戎可汗喝多了酒，臣趁他不备，随手拿簪子乱扎一通，谁知道就扎中要害了呢？乱扎一通，西戎可汗身经百战，就算喝醉了，也绝非等闲之辈能近身的。侯爷，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算账啊！臣本该在校场操练千骑营，殿下突然造访，打断了臣的计划。千骑营1万将士，每耽误1个时辰，耗费的粮草、军饷，加上臣个人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，呈汇白银1000两，不打欠条，概不赊账。1000两，孤给你5000两，买侯爷陪孤喝杯茶，如何？殿下您坐，想喝什么茶？龙井还是碧螺春？臣亲自给您泡。那就是那个乡下来的千骑侯，听说粗鄙不堪，连侯府大门都敢劈，不过是运气好立了军功罢了。各位姐姐莫要这么说，姐姐她也是在乡下吃苦太多，才会养成这般性子。预言不怪她。姐姐，前几日侯府门前的事，是预言和母亲莽撞了。今日借着这赏花宴，预言以茶代酒，向姐姐赔罪，还望姐姐大人有大量，原谅预言。姐姐，你连一杯茶都不肯喝，是还在生预言的气吗？千骑侯，预言妹妹都如此低声下气了。西域合欢散，还是加了猛药的烈行春药。赵预言，你可真是长出息了。既然妹妹这么有诚意，那这杯茶我就喝了。茶不错，姐姐喜欢就好。这日头太毒了，我有些头晕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中暑了？我扶你去后院的厢房休息一下吧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自己去。去通知后门那3个地痞流氓，猎物已经进厢房了，告诉他们给我好好伺候这位女侯爷，我要让她身败名裂。小姐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阿登，今日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嘿嘿嘿嘿，听说这次是个女侯爷，细皮嫩肉的，兄弟们今天有福了。人呢？不是说喝了那加料的茶，已经躺在床上了吗？是在找我吗？就凭你们也想碰我？怎么没声音？那药效极快，难道出岔子了？走，跟我去后窗看看。姐姐，你没中毒，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放过你？这合欢散的滋味，妹妹亲自尝尝。救命！
刚才看到几个形迹可疑的男人往后院厢房去了。阿登的孩子刚才说头晕来歇歇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天哪，这要是真有什么，千骑侯的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光天化日，成何体统？阿登，你预言！天哪，简直是不知廉耻！刚才伯府夫人还说千骑侯如何如何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他自己的宝贝养女在这儿私会野男人啊！爷爷，我的爷爷啊！你们这些畜生，给我滚开！你这个……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！我动用伯父100年的情运，全毁了！伯爷息怒，夫人已经请了大夫，二小姐她被灌了猛药，现在还绑在床上呢。肯定是阿登那个逆女干的。妍妍那么善良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定是那逆女嫉妒妍妍，设下毒计陷害。他以为封了侯，有了皇上撑腰，我就治不了他了。我是他老子！来人，把府里所有的护验家丁都给我叫上，带上棍棒，跟我去千骑侯府清理门户。今晚我非打死这个孽障不可！阿登，你这个毒妇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残害手足，今日我便要行家法，要了你的狗命！清理门户，既然你们这么想找死，那本侯就成全你们。受死吧！你不是阿登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别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。朝廷命官，今晚过后，你就是个残废。少主。这毒极烈，必须马上拔剑清创。别碰面具！你不要命了！我去拿刀和解毒药，你敢乱动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绝不能在这里掉马甲。若是让他知道我是太子，以他的性子，定会与我划清界限。人呢？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跑？万通阁的人果然都是疯子。侯爷睡了。孤听闻侯爷府上进了刺客，特来查岗。殿下大半夜跑来臣的闺房查岗，传出去，怕是有损殿下清誉吧？孤的清誉算什么？孤只是担心侯爷的安危。
殿下，你受伤了。殿下，你身上好重的血腥味。孤来时，顺手替侯爷清理了几个外面的刺客，沾了点血罢了。侯爷这般衣衫不整，莫不是在等什么人？臣在等谁？殿下难道不清楚吗？这疯女人来真的！云龙探爪，这是万通阁阁主只传给历代少主的独门化解招式。太子殿下，你的面具掉了。侯爷好眼力，孤忍在。起来，别弄脏了我的床。孤毒发了，动不了。你若不救，大黎明日便要国丧。算你狠！要不是看在万通阁的面子上，我早把你扔出去了。堂堂太子居然学会碰瓷了。侯爷，温柔些，孤还是清白之身，你这样让孤以后怎么见人？殿下这清白，留着去地下跟阎王说吧。忍着点儿，死了本侯可不负责。侯爷这手艺倒是熟练得很。杀人杀多了，救人自然也会一点。少废话，留点力气逼毒。这是三皇子断阳死士的专属图腾。三皇子竟然敢派人刺杀当朝太子，看来夺嫡之争已经到了明面上。殿下，看来想让你死的人不止一个。跳梁小丑罢了，孤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前旗侯，巡防营奉命捉拿刺客，有人亲眼看见刺客逃进了侯府，得罪了，给我搜！统领大人大半夜带兵撞开本侯的闺房，是想造反吗？侯爷息怒，下官奉命捉拿刺客，有人亲眼看到刺客进了侯府。侯爷这般遮掩，莫不是私藏刺客，或者是私通外男？放肆！本侯的床也是你能搜的。搜，出了事下官担着。滚出去！侯爷越是阻拦，越声明床上有鬼，给我拿下！你要拿下谁？太子殿下，下官不知殿下在此。巡防营好大的威风，擅闯侯府，惊扰本宫与侯爷议事，这罪名你担得起吗？下官该死，下官这就滚！算你识相，还知道拿身份压人。今晚孤的清誉，算是毁在侯爷床上了。侯爷打算出多少聘礼娶孤？你少在这发！万通阁的密信。钟永博贪墨军饷，府内正连夜转移家产，
他们还准备变卖陛下御赐之物，填补亏空。潘墨君想，变卖御赐之物，桩桩件件哪项不是死罪？钟永博，这次你死定了。殿下在此歇息，臣去抓几只老鼠。二小姐，吃饭了。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是伯府千金，三殿下说过会娶我的，他一定会救我。三殿下，奴颜求见三殿下，殿下救救我！殿下，你带我进去吧，预言只有你了。一个身败名裂的破鞋，也配进我皇子府？妹妹，被抛弃的滋味如何？好好受着吧。快点儿！天亮前必须出城。全都不许动！你这个逆女，你真要对亲生父亲赶尽杀绝吗？伯爷记性不好，我们早就断亲了。本侯今夜来，是替大黎算账的。镇守雁门关期间，潘墨军饷30万两，连夜转移家产，企图变卖陛下御赐之物，填补亏空。伯爷，这可是死罪！住手！千骑侯好大的官威，钟永博乃是朝廷命官，就算是犯了法，也轮不到你来抄家。殿下救我！这毒妇在栽赃陷害，给本殿下退下。此事孤自会向母皇禀明。多亏了太子去偷来的这本账册副本，今晚就让你们主仆一起下地狱。三殿下急着保他，是因为这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你们之间的利益输送。你胡说八道！孽障！我跟你同归于尽！千骑侯，你竟敢当街殴打朝廷命官，孤要上奏母皇，治你的罪！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忠勇伯府欺君罔上，贪墨军饷，更企图变卖御赐之物，数罪并罚，即刻褫夺爵位，家产充公。赵氏一族全家贬为庶民，即刻逐出京城。钦此。阿当，侯爷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是你亲生母亲啊！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你不能对亲生父母这么绝情啊！生育之恩，签下断亲契书，逼我去西戎送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我是你女儿？来人，把这群庶民的华服扒了！给我赶出去，别脏了京城的地界。阿当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根本不是走失的，你是被……
你根本不是走失的，你是想说，是我那个好母亲为了跟人比试文才，故意松开了我的手，对吗？你们真以为本侯在乡野长大，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？我5岁时的记忆清楚得很，当年那对收养我的人贩子，后来生了个女儿，眉心也有一颗红痣。赵玉妍，难道这么巧？去查当年忠勇伯府收养赵玉妍的全部底细。遵命。侯爷，您让查的事有眉目了。说。属下查了当年忠勇伯府收养2小姐的卷宗，伯府声称是从慈幼局领养的孤女。当年那对拐走您的拍华子，刚好生下了一个眉心有红痣的女婴。赵玉妍根本不是什么孤女，她就是那对人贩子的亲生女儿。好一个忠勇伯府，好一个伯府夫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他当年为了跟人争风吃醋，嫌弃我是个女孩，故意松开手让我被人贩子拐走。后来为了掩人耳目，为了在伯府稳固地位，又领养了一个女孩。结果他千娇百宠养大的赵玉妍，竟然就是那对人贩子的亲生女儿。备马，本侯要去城外。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吧。阿登，你是来接我们回去的，对不对？母亲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母亲吧。接你回去？本侯是来送你一份大礼的，看看你的好女儿到底是个什么低贱的种。人贩子的女儿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的预言怎么可能是那种低贱的血脉？这个贱种，你骗了我16年！放开我！疯婆子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恶人自有恶报，这就叫自作自受。一个娘们儿也配统领我们？兄弟们，咱们千骑营可是跟着先帝打过天下的，现在让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女人骑在我们头上，你们服不服？不服！不服？好啊，军队里实力说话。本侯今日就在这擂台上，单挑千骑营排名前10的猛将。我若输了，立刻交出兵符，辞官回乡；但我若赢了，从今往后，千骑营全军上下必须对本侯唯命是从，谁敢不从，军法处置。这疯女人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。好，兄弟们，让侯爷见识见识咱们的本事。得罪了！第10个，该你了。看刀！三殿下吩咐过，必须废了他。硬拼我不是对手，
只能用袖中淬了软筋散的暗器了。千寻侯，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，提不起真气了？暗器上有毒，若非我有万通阁内功护体，此刻已经倒下。今日我就让你知道，这军营谁说了算，受死吧！这点毒也想杀万通阁的千书？军中比武竟用淬毒的暗器偷袭，这便是千骑营的规矩。侯爷威武！千骑营彻底归我了。说，毒药哪儿来的？谁指使你？侯爷饶命！我说是三。灭口。三皇子府的独门飞针，这灭口的速度倒是快，果然是他。把尸体拖下去。今日之事，谁敢走漏半点风声，军法处置。遵命。千骑营的守卫都是干什么吃的？竟让你在校场受了伤。别动，姑来。殿下怎么来了？姑若不来，你打算自己扛到什么时候？暗器查清了吗？三皇子府的独门飞针，副将的暗器上涂了软筋散。三皇子既然这么盼着我死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放出千骑侯毒发重伤、命悬一线的消息。引蛇出洞。三皇子生性多疑，听到消息必会派死士来侯府试探虚实。好，姑这就调派人手陪你给他布个局。不好，是假人，中计了！瓮中捉鳖，滋味如何？说，三皇子派你们来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要杀便杀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万通阁的刑罚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，下一刀就是你的眼睛。我说，殿下打算在即将运往边关的30万两军饷中掺入砂石。掺砂石？殿下想借此引发边关兵变，再将罪名嫁祸给刚接手兵权的侯爷。好等毒的算计，为了扳倒我，竟然拿前线将士的命来做局。30万两军饷现在何处？在京郊军需库。殿下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立刻赶往军需库，把他们押入地牢，严加看管。三皇子既然派了杀手，说明军需库那边很可能已经动手了。我们必须抢在他们转移军饷之前赶到。怎么会这样？三皇子竟然动作这么快！军饷肯定被转移了，但调换军饷的账册一定还留在里面。火势太大，你进去就是送死。没有账册，怎么定三皇子的罪？走。阿登，在那里，跟姑出去。小心！堂堂太子，居然连命都不要了来救我。姑没事，拿着账册，快走。
是不是疯了？孤若不来，伤的就是你了。军饷果然被提前转移了。这个特殊的运输标记，这标记，军饷居然藏在城外那座废弃的庄园里，而那座庄园的主人，正是被贬为庶民的钟永伯。30万两，只要替三殿下藏好这批军饷，我们就能离开一个臭气熏天的贫民窟了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这废弃的庄园还能派上用场？母亲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向三殿下求来的差事，只要这次立了功，殿下答应会让我成为他的皇子妃。预言说得对，我们一家人翻身就靠三殿下了。一家人翻身，怕是要一起翻进地狱吧？阿登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？30万两边关军饷，伯爷和夫人胆子不小啊，连这种诛九族的钱也敢碰。我们不知道这是军饷，是三殿下让我们看着的。留着这些话，去地府跟阎王爷解释吧，全部拿下，人赃并获。不，我不能被抓，我还要做三皇子妃，我绝不能死在这里。妍妍，你干什么？预言，你疯了！她是你母亲。阿登，让你的人退下，退兵，否则我杀了他！退兵，否则我杀了他！你随意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本侯与他们早无瓜葛，你杀不杀他，与我何干？他既然真的不在乎这老太婆的死活，那我手里的筹码岂不是废了？啊！我的脖子！啊！报应啊！我千脚百虫养大的女儿竟然要杀我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啊！把这群逆贼连同军饷全部押入死牢。想找阿登报仇吗？吃下这颗噬心骨，主子保你一命。犯人畏罪自杀了，把尸体拖去乱葬岗，我亲自盯着埋。是。好。没有痛觉，力大无穷，真是一具完美的毒骨死士。军饷案败露，母皇今日在朝堂上当众申请孤，他还将孤禁足府中，剥夺了孤参与政事的权利。殿下打算怎么做？我们西柔的勇士已经潜入京郊了。那个老太婆既然不念母子之情，就别怪孤心狠手辣。传信给你们的首领，秋烈之时，孤要逼宫。千骑侯，陛下单独召见，请进吧。那天在大殿上，我就觉得陛下的声音无比熟悉。今天我倒要看看这高高在上的95之尊，到底是不是在青梅岭教我武功的师傅？你们都退下。是个万里挑一的好苗子。真的是师傅，这双眼睛，这句话，和当年在雪地陷阱外救我时一模一样。师傅，千叔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会是？当年先帝宠幸贵妃，
宠妾灭妻，朕眼睁睁看着母亲被奸妃陷害受辱而死，外祖一脉被贬流放，朕身为长公主，便萌生了夺权的野心。于是，朕私下设立了收集情报的万通阁，亲手斩杀第一个反对女子掌权的事发旧臣。朕能登上这个位置，只秉持一句：愿以德治国，任人唯贤。不过，朕今日召你来，除了相认，还有一件事。师父有何吩咐？千殊万死不辞。朕要为你赐婚，你觉得太子如何？母皇，君想按千骑侯以尽力挽回，若母皇要责罚，儿臣愿一并承担。朕何时说要罚他了？你这般毛毛躁躁的闯进来，是怕朕吃了你的千骑侯不成？行了，朕罚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母皇刚才单独留你，都说了些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臣的终生大事，想给臣赐婚。哦，那你是如何回答母皇的？臣觉得京中好男儿多的是，文武双全的也不少。臣好不容易封了侯，自然要多挑挑，总不能随便在一棵树上吊死吧？你都看光了姑的身子，还想嫁给谁？阿登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本该都是我的，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。光天化日，真是疯了！阿登，你慢些，等等姑。殿下请自重，大街上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感觉不到疼！殿下，你留下护着百姓，我引开他。这简直是个怪物，不仅不怕痛，连体力都耗不尽。赵玉言，他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阿登，你没想到吧？姐姐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殿下，他竟然用自己的身体替我挡刀。殿下，你撑住！陛下，侯爷，臣等无能，殿下所中之毒极度罕见，臣等实在束手无策。一群庸医，不用怪他们，这毒他们解不了。此乃西戎皇室的奇毒，毒性猛烈，世间唯有西戎的雪莲丹可解。据万天阁情报，京郊黑市的地下暗桩里藏着一批西戎残部的精锐，解药就在他们手里。臣这就去西戎残部取解药。但殿下毒已攻心，只剩3天的命了。站住！西戎残部穷凶极恶，你单枪匹马去太危险了。殿下是为了救我才中的毒，我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把雪莲丹带回来。大理女人，找死！
时间不多了，当我者死！我是万通阁千书，交出雪莲丹，否则我今日屠尽你们营地！终于赶到了，殿下有救了！让开，本侯要进宫送药。千骑侯擅离职守，按大黎律例，当就地斩杀。当我者死！殿下还在等我，我绝不能被拦在这里。保护侯爷！你们敢违抗军令，造反吗？给我杀！侯爷快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殿下，我把解药带回来了。呼吸停了，难道我拼死赶回来，还是来迟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让你死！雪莲丹药效极强，殿下毒气攻心，无法自行吸收，我必须用内力强行帮他催化。殿下，你醒了。姑听到你哭了，怎么舍得死？你以后再敢替我挡刀，我就真不理你了。太子已薨，千骑侯意图谋反，强闯东宫，禁军听令，给姑放箭强攻，就地格杀叛贼。怎么可能？他中了吸柔气毒，怎么还没死？三弟，你这么盼着姑死？可惜，姑命大。可惜，姑命大。完了，他没死，母皇一定会查清此事的。臣弟只是担心皇兄安危，听信了小人谗言，以为有叛贼作乱，这才带兵前来。是吗？那三弟的关心还真是特别。陛下有旨，三皇子行事鲁莽，罚禁足府中，抄写经书百遍。半月后，陛下将在西山举行皇家秋猎，满朝文武随行，以安朝局。老太婆偏心，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一起死！殿下，西戎此刻已经全部换上禁军的盔甲，他们已经成功混入了秋猎随行队伍。很好，秋猎之时，就是姑弑母杀兄、登基称帝之日。侯爷，三皇子要兵变。这是三皇子的兵力部署图，他竟然把西戎刺客混进了禁军里。你先下去疗伤。情况紧急，必须马上跟殿下商议对策。殿下，夜深了，喝碗参汤暖暖身子吧。那女人的首饰是西戎刺客的起手式，汤里有毒。他这是吃醋了，还是来救驾的？真有意思。侯爷大半夜闯入姑的营帐，还打晕了姑的侍女，是打算亲自来补偿姑吗？补偿？臣看殿下是活腻了。闹够了吗？再打下去，
外面的禁军该冲进来抓刺客了。少废话，看这个，三皇子的兵力部署图。他把西戎刺客换上禁军铠甲，混进了随行队伍。他想在明日秋猎时动手。密林深处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在秋猎场上给他设个天罗地网，不要让他有来无回。母皇受惊了，儿臣今日特来护驾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母皇年事已高，不如早日退位让贤。只要您在这份传位诏书上盖上玉玺，儿臣保证您在后宫安享晚年。朕的好儿子，你这是在逼宫吗？你勾结西戎残部，将外敌引入京畿重地，此为不忠；你带兵违放生母，图谋篡位，此为不孝。你这种不忠不孝、狼子野心的畜生，也配觊觎大统？死老太婆，死到临头还敢摆女皇的架子！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放箭，把他给孤射成刺猬！谁敢动陛下？千骑营听令，诛杀叛贼，护驾！就凭你这点人马，给我杀！造物者死！师傅，您受惊了，臣定护您周全。区区乱臣贼子还惊不到朕，放手去杀！三弟，你勾结外敌，谋逆篡位，今日孤便清理门户。皇兄，你少在这假惺惺，这储君之位本就该是我的。他竟然隐藏了实力，这剑法阴毒狠辣，绝不是宫中教习所授。怎么，皇兄平时高高在上，今日连我几招都接不住了？殿下，低头！三弟，你的废话太多了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精锐。这是西戎的铁浮屠死士。杀！一个不留！侯爷，刀剑砍不进去，兄弟们顶不住了！原来如此，为了活动灵活，腋下和脚踝没有钢甲保护。全体散开，利用树木游走周旋，三人一组，变换阵型，专攻脚踝和腋下。照侯爷说的做，杀！全完了，大势已去。殿下饶命！退后，放下武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退后，放下武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好，我们退后，你别冲动，不要伤及无辜。
算你们识相！现在给姑准备一匹快马。我的手！三弟，闹剧该结束了。你们以为赢了吗？京城的大门，此时已经被我的死士打开了。你们等着给满朝文武收尸吧！你们等着给满朝文武收尸吧！你把死士留在京城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姑要血洗京城，控制那些老不死的家眷。只要他们还在姑手里，就算你平了这里的叛乱，也坐不稳这天下。师傅，京城有难，臣请明率轻骑兵连夜奔袭回京救援。准，朕拨给你最精锐的3000轻骑。太子，你与千骑侯同去。京城若失，大黎根基必动。儿臣领命。千骑营精锐听令，上马，随本侯回京。三皇子这个疯子，竟然拿满城百姓和朝臣家眷的命来做筹码！再快点儿，天亮前必须赶到京城。他们要放火屠城！城门坚固，强攻根本来不及。一旦火油倒下，京城就毁了。导火油，放箭！殿下，城门是从里面用千斤木门栓死死卡住的，强攻根本不可能。我从上面翻进去，从内部开门。上面守卫森严，小心！有刺客，杀！起！城门已开，全军冲锋！刀疤左脸，是他，万通阁的叛徒，杀手榜排名第3的绝顶高手。原来他就是三皇子留在这里的最后底牌。千叔，好久不见，既然来了，就把命留下吧。叛徒也敢拦我的路，今日我便替阁主清理门户。他的内力比以前更强了，硬拼不是办法，必须找破绽。阿登，
三皇子勾结外敌，兴兵谋逆，大逆不道。即日起废为庶人，剔除宗室玉牒，赐毒酒一杯，即刻执行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饶命啊！老爷，押送的差人说三殿下兵败被赐死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逼阿登去替嫁。我忠勇伯府100年基业，竟毁于一旦。千骑侯阿登平叛救驾，居功至伟，特加封其爵位为世袭罔替，赏黄金1万两。侯爷神勇，乃我大黎无可争议的第1女战神。臣谢主隆恩。阿登爱卿立下如此不世之功，想要什么赏？金银珠宝还是封地？臣不要金银珠宝，臣要太子殿下。这成何体统啊！自古哪有女子当众求娶太子的？侯爷虽然战功赫赫，但这般直白，实在是有违女德呀。他当众求娶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好，不愧是朕教出来的徒弟，有魄力。朕今日便当场赐婚，择良辰吉日，太子迎娶千骑侯，礼部即刻着手操办。殿下，内务府送来了大婚礼单，请您过目。放那儿吧，姑一会儿自己核对。所有采买必须用最好的。告诉内务府，侯爷不喜繁琐，大婚当日的繁文缛节全部减半。殿下，这不合皇家规矩啊！这可是太子大婚，不合侯爷的大婚，侯爷就是规矩。侯爷平时练兵够累了，姑绝不让他在大婚之日受累。这些大婚的琐事，姑全包了。殿下，明日就大婚了，你大半夜翻窗，是想悔婚逃跑吗？姑紧张的睡不着，侯爷能不能提前验收一下姑这个聘礼？堂堂太子怎么像个讨糖吃的小孩？殿下这聘礼成色如何，还得看明日的表现。赶紧回去，明日大婚若出了岔子，本侯可饶不了你。那姑明日再来接你。殿下，以后这东宫的账，本侯管了。姑的人，姑的天下，都是你的。从一个被抛弃的乡野丫头，冷血杀手，到如今大权在握的女侯爷，守护家国天下，这条路我走得很直。